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甘。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最新产品的开箱，也是目前市售的耳塞里面，在价格方面来说是相当高昂的存在。是什么呢？对，就是这款 AK 与 Empire 联名的 Novus。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款 Novus 的这个包装，它是拆开过的。为什么拆开过呢？因为这款产品我之前就已经收到了，但是不瞒大家说啊，这款耳塞我当时收到之后，对它的兴趣不是特别的大。希望 AK 的人看到这个视频不要打我啊，因为原因很简单。首先，你 Novus 的这个配置，它是一个2245的一个组成结构，也就是2颗动圈、2颗骨传导、4个静电以及5个动铁，对吧？那看到这里，我们不禁要想起一款型号了，就是 Empire 自家的那个 Raven 渡鸦。渡鸦的话是1225的一个结构，对比 Novus 来说，只是少了一个骨传导。那看到这里我就要想了，你这多出来一个骨传导，价格要高了1万块钱，那这个账我怎么算都是不对的，对吧？觉得这个不太合理。第二个原因就是我拆开来听了之后，我对它这个低频的量有那么一点把握不住，也可以说是驾驭不住吧。就是它这个低音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有一点点肥厚，又有一点浑浊，你分辨不出来这其中低音的这个细节。这个对于一款3万多的旗舰耳塞来说，我认为是不太应该的。所以当时听了一耳朵之后，不瞒大家说啊，我对于这个耳塞是有点失望的。然后第三个原因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款耳塞是今年的2月底发布的，和 SP3000T 一起，但是 SP3000T 的话，我们在5月份就已经拿到了，然后这个产品一直到8月底的时候才开始了正式的一个发售。3、4、5、6、7、8，大家看一看这个时间，半年啊！别说这样一个公模了，我就是做定制，我都等不了半年，对吧？能够让我等半年的，可能除了 Acoustic 那个定制耳塞 ST2000以外，别的耳塞我都不太愿意等半年了。经过了这半年的时间，就是一直耗着吊着人，我觉得这个挺难受的，所以我对这款耳塞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了。也就是综合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是1万块钱的一个差价换了一颗单元，第二个是开箱之后的第一印象，第三个是漫长的这个发售时间。综合这3个原因，我当时拿到手之后听了一耳朵，我问了一个关系很好的一个好哥们儿，说这个耳塞你要不要听一下，我发给你试听一下。他的耳朵其实我是比较相信的，根据我这位朋友的这个反馈来看啊，就是这款耳塞它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保机时间，尤其是对于低音这一块的这个信息量。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这款耳塞它现在还给我了嘛，然后我一听，和我之前听到的这个声音是存在这个客观的差异的。整体的这个声音的发散度以及信息量，我觉得都要比之前要好，而且声音的能量感也比之前要好了。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低音一旦多的话，它整个声音会显得比较的臃肿，和结像比较的肥腻。这种声音，如果说举一个不恰当的比方的话，就像一块大肥肉一样，那就是这种声音，我是有点听不来的。我个人其实对于各种耳塞的风格，我都能欣赏得来，比如说像 A8000的冷艳啊，或者 TZ700的那种力量感，以及说622的声音厚度。还有 HS2000 Mark 3的晶莹剔透等等，对吧？我觉得听音乐有的时候就像我们吃饭一样，就是我们当然可以喜欢川菜，但是我们也不会拒绝粤菜的肠粉，对吧？如果说您是广州人，那想必您也不会拒绝潮汕的这个鲜牛肉，对吧？好，这不啰嗦了，我们来做一个伪开箱啊！因为不瞒大家说，这个耳塞我之前都拍过视频，但就是因为我对它没有充足的信心，所以一直以来虽然这个视频我剪辑好了，但是没有放出来，因为不能说这个东西不太行，你3万多拿来割韭菜，对吧？3万多真的很贵的，更不用说就是搭配播放器啊，还有线材啊这些。但是就像前面说的，听了一下之后，我觉得这个售价还是有它的合理之处的。接下来就是伪开箱了啊，黄金传说，就是这个绝对的黄金传说这玩意儿。这个耳塞其实大家看到的第一眼会感觉到有点似曾相识，就是和那个 Model 的622那个平板耳塞，它的设计语言是一脉相承的，都是黑金的一个配色。然后我们首先看到这个耳机，它的一个两边的话，它都是24K 镀金的，但是它这个镀金和 SP3000金是不一样的，它的这个镀金是那种拉丝的效果，而不是说像 SP3000金的那种亮面的效果。那这种的话也就意味着它的一个表面不太容易出划痕了。然后这个耳塞它的一个表面这里有一个天窗，然后这边一边 EE 一边 AK， 这是 Empire 和 AK 联名设计的一款产品。然后说到这个联名，我想简单的岔开一下，因为这些年来 AK 也找了很多的品牌来进行这个联名创作。说白了就是 AK 不满足于只做播放器，想在耳塞市场也分一块蛋糕出来，对吧？在这些年的一个过程当中，有3个型号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第一个就是 Solaris X 那个红色的太阳神，那款耳塞的这个高频发散感，哇，简直没话讲。
而且那款耳塞是用了市面上非常非常少见的红色，有一点点琥珀的那种感觉，而且每一款耳塞都是不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做这种大胆配色的品牌是越来越少了，也希望未来能够有品牌继续在这一块，继续在这个色彩方面能运用的更为新颖，或者说更为大胆一些。但是那款耳塞有个问题啊，是因为它的工艺，因为太阳神也是这个问题，就是它那个腔体它很容易掉漆，这个是客观存在的，这个与它的工艺有着直接关系。但是它对于女生以及对于器乐线条的这种表现力，我认为还是非常非常出色的。第二款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奥德赛了。奥德赛这款耳塞，就像前面说的 Solaris X 容易掉漆一样，奥德赛也有它的问题，就是它那个腔体的体积比较的大，以至于我们很多朋友戴上去之后，可能就是觉得它的这个佩戴感它不是特别的舒适。但是奥德赛的声音，我认为还是非常的具备代表性的。为什么这么讲？就是因为奥德赛对于流行音乐的表达能力，我认为是比奥丁要更强的。它的声音的密度和声音的能量感非常非常的好。可以这么说，您如果说拿奥德赛去听流行音乐的话，它会有一种天然的那种代入感。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我认为奥德赛也是一款非常成功的耳塞。其实奥德赛发售到现在为止时间不是特别的长啊，在之前奥德赛配劳拉是大家非常认可的一套组合，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劳拉这条升级线能够把奥德赛之前面给你打开一点，而不会说像前面感觉像有一点点雾一样的。劳拉升级线就是有这种魔力的，它能够把声音的背景变得更加的漆黑，并且能够把声音的层次感变得1、2、3、4全部把它分隔开来。那这个的话，再结合奥德赛本身充沛的那种能量感，那这个时候我认为奥德赛哪怕放在如今，也依然是非常站得住脚的一个存在。然后第三款是什么呢？对，就是现在依然在售的那个 Aura， 它是和 V1 合作的，全球限量是650条，我们这里还有个位数啊，大家如果要的话要抓紧了。Aura 这款耳塞，我认为有一点是非常好的，就是 V1 这个品牌，它之前因为没有做过动圈嘛，它这一次就是把低音单元从动铁换成了动圈，所以整个声音的氛围感上来了。但是这不是 Aura 最强的地方 ，Aura 最强的地方是它在更换了动圈低音单元之后，它高频的那种高级感依然得以保留。这个高级感可能屏幕前的您听到之后会觉得我在歪歪啊，但是我认为它是有这种质感存在的。同样存在这种质感的还有什么呢？对 ，RE900、HS2000 Mark 3。这些耳塞的高频都有一种特殊的穿透力。我当时有个朋友的原话是，这个耳塞一听就知道它的一个声音很贵。是的 ，Aura 就是有这种魔力。Aura 的这种声音，如果说您是追求大场面、大动态，我认为它不是一个最合适的选择。但是说，如果说您希望声音在中正的基础上面表达的更加优美一些，并且还原性出色的话，那么我认为 Aura 依然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耳塞。它对比奥德赛来说，就是没有奥德赛那么庞大的密度。它的一个声音的氛围感也没有奥德赛那么的强，但是它对于音乐的还原能力要更高。我认为这就是 Aura 最大的一个价值所在。好，前面回顾完了3款联名之后，大家会发现一个啊，就是 AK 特别喜欢跟一些我们熟知的 Hi-Fi 品牌去进行一个联名，真的也看 AK 以后能不能谈一些新的合作方向吧。这个耳塞它最核心的一个点是在哪里？我认为屏幕前的您会和我有一样的看法。毫无疑问，那就是音质。你一个耳塞的音质，如果说撑不住3万多的一个售价，那我要你何用，对吧？好在目前我对于这款耳塞的音质方面是没有太多的顾虑了。当然了，前提是您喜欢这种温暖、有包围感的这种声音，而且声音的这个信息量非常充沛的这种耳塞。就是说，如果说您喜欢严肃中正一些的，那还是建议您看看 Aura。但是说，如果说您喜欢热情、温暖、带有氛围感，有一种在 Live House 听音乐的感觉的耳塞的话，那么这款 Novus 我认为还是值得您去考虑的。我有个朋友跟我说，这款耳塞很像那个皇家橡树，然后我去网上查了一下，果然很像，但是一看皇家橡树的价格，拜拜，小米握起来戴着呢。所以这款耳塞我把玩一番就可以了，给大家介绍介绍就可以了，买是不会买的。还是那句话，有这3万多块钱，我能买好几个1万块钱的，对吧？可玩性很高啊。对我而言，Hi-Fi不是玩1天2天了，我已经玩了有很多年了。对我而言，其实就6个字：生命在于折腾。接下来看看这个线啊，这是我第一个要说的事儿。为什么？其实我对于这种黑网包的这种线，我一直以来是颇有微词的，因为你黑网包的没有任何的创意在里面啊，它里面是什么东西你也看不到，而且用不同的颜色去搭配，也会给我们造成一种非常好的视觉效果。你如果用黑色的这种网的话，我认为就挺难的了。然后这个分线器这一块，只能说中规中矩吧，没有特别好的一个创意。然后就是它的这个24K 金的这个外壳了，这个外壳
根据我所掌握到的信息，这款耳塞之所以在半年时间里面都没有能够上市，很大的问题都是出在这个外壳的工艺上面，而不是在内部。它的这个外壳的工艺，目前在市面上应该是没有第二家在用的，所以也算是吃了一个螃蟹吧。结果就是延期了6个月，所有的问题应该都是出在这个外壳上面。然后耳套拿掉之后，它这里有5个出音孔，我来试一下它的这个松紧。哦，还可以。问题不大，问题不大。我认为这个0.78的这个松紧程度，它的插拔手感还是符合我的这个要求的。因为我对于0.78要求一直比较高，我很怕那种松动的那种0.78，因为我的耳塞在地铁上面听的时候就掉落过，而且还不止一次。这个0.78做的还可以。然后就是它的这个佩戴了，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前面我们聊到那个 Raven 是比它少一个单元，但是啊 Raven 的佩戴要比它要糟糕，这个很神奇对吧？就是它在多了一个单元的情况之下，但是它的一个佩戴依然是处于优势的。那这个的话，可能 Empire 是不是藏了一手？它在 Raven 上面居然没有用上这种技术，我认为这个是不太应该的，因为 Raven 的那个佩戴，我认为不是特别的舒适。如果说满分100的话，我认为最多也就60分，不能再多了。而这一款的话，我认为佩戴分数可以打个70分，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它的一个佩戴戴上去之后，效果是这样的，它没有说那么突出，就是这个佩戴感，我认为是非常合理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也是 Empire 一直以来祖传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在佩戴的时候，就是您戴上去之后啊，往里面稍微动一动，您会听到它里面这个动圈它在震动，就是咔嗒咔嗒的响。这个问题在很多的动圈耳塞上面都有，比如说像谢兰图啊，还有 T9啊这些，动一动它都有这个动圈的这个声音，原因就是内外的气压不平衡所导致的这个动圈在前后震动。这个问题的话，如果说您纠结的话，就要适当注意一下了。但是对我而言，我觉得还好，因为您戴好之后啊，只要不去动它，那是没有声音的。大概就是这样。然后耳机的原线它是一个4.4的插头，看到这个原线我又想说了，如果说您觉得这个 Novus 的低音对于您来说还是偏多的话，那么我会毫不犹豫的推荐您去搭配那个亚当，因为那一条线的音色和它是正好形成了一个互补的，并且在配置上面这2款产品的一个协调性也非常的高，是一套非常好的组合。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口袋里得有银子，对吧？好东西谁都想有。耳套方面没有太多的意外啊 ，Final Type E 这个耳套 Empire 保守采购了1万对，我就敢这么说，到现在还没用完。然后一块擦拭布，还有一个转接头，4.4转3.5，它这个配件没有什么太多值得称道的地方。然后这里有一个耳塞盒，这个耳塞盒比之前的要大，而且要明显大，但是这个声音大家听啊，就这个声音，如果说您受不了的话，也一定要把它换掉，我是有点接受不了的。这真的有点难受这个声音。然后里面有一个我们俗称就是袜子一般的东西，它可以把耳塞一边放一个，就这样了，保护一下。不过我自己用东西一直以来都比较的粗糙，也不太会装这个东西。哎呀，这个声音，这个声音真的，到现在为止我都受不了。奥丁也是这种盒子，他们就不会改一改吗？这个盒子又大又重，防护性能肯定是拉满了啊，但是它真的是又大又重。然后有一张编号卡，编号卡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这款耳塞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全球限量300副的，我们国内配额应该是100多副，那也就是意味着什么呢？它的一个编号应该是从001号到300号，对吧？虽然我知道 Empire 的编号一直是随机性的，但是这个卡片上面写的是00770，这个我就看不懂了，这个我有点琢磨不透。但是对于这种没有答案的问题来说，我也不会纠结过多，所以就这样。好，那我们回到开头，就是一开始我说的，就是 Novus 和 Raven 它只差了一个骨传导嘛，然后差价1万，那它声音上面的这个差异是否值得这1万元的这个差价呢？从我2副耳机对比下来的一个听感来说，我认为这1万块钱是不虚的。是的，虽然我们看这个表面配置，它虽然只差了一个骨传导，但是两者的这个调音方向，我认为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因为 Raven 这款耳塞对于我而言，我认为是稍微有一点点重口的，它是把那个美式的那种激情的那种调音，把它发挥到了很大的一个程度。也就是说，您可以理解为 Raven 和奥丁其实有的时候它是在走同一个路线，都是那种爽塞嘛。只不过奥丁是高音爽，然后 Raven 是低音爽而已。当然了 ，Raven 本身这种就是听流行的这种底子，当然还是在的。Raven 这种声音，我认为在有一个场景之下非常适用的，就是如果说您去跑步的时候带着 Raven， 您本来只能跑5公里，带着这耳机说不定能跑7公里的，就是这样的。它的这种声音有一点点让人注入了肾上腺素一般的魔力。
而 Novus 它对比 Raven， 它主要是升级在了哪些方面呢？第一个就是声音的完成度很高 ，Raven 它是在中下盘噪这一块是一款爽塞，但是它高频的这个发散感其实做的不是特别的完美的，哪怕跟自家的就是前任老大奥丁相比，它的高音是没有奥丁那么漂亮的。而 Novus 这款耳塞我认为不一样，就是它声音的3频的框架来说的话，它不会说就是显得在哪一个频段显得有些臃肿，或者你也可以这样理解，它是3个频段都很大，但是它没有说刻意的偏向哪一块，而是说是在保证了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空间感的基础上面，把3频的框架给它立起来了。然后再用充足的信息量把这个声音空间给它填充满了。而第二点的话就是低频了，就像我一开始说的，这款耳塞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它的这个低频我认为是不符合这个价位应该有的水准的。但经过了这1个月以来的这个保机啊，我也不知道我那朋友听了多久，但是我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的低频在收，这也是与 Raven 非常大的一个差异。Raven 的那个低音，因为我们门内样机就是也听了有好几个月了嘛，但是好像这个低音方面改善的不是特别明显。而 Novus 的话，它的低频这一块的，我认为前后区别是相当大的。第3点提升就是1万元的差价，它同时还换来了更加好看的设计、更加精致的工艺以及更好的线材。这条线材在我看来，比起 Raven 原配的那一条来说，我认为提升是不小的，至少它不会拖累 Novus 本身应有的表现。结合以上，我认为 Novus 对比 Raven 已经不能够说只是增加了一个骨传导那么简单了，更多的应该是调音方向的一个转变。我相信就是他在调音的时候，肯定有 AK 的员工在其中参与的，而不仅仅是自己说一头闷脑的去调这个东西，应该是不太现实的。说到这里，我就想起来这款耳塞其实和622是有一点点相似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不光光是外形虽然大家都是黑金的这个配色，但是在声音上面，我认为也有很多相似点。622就是强调声音的那种一体感，以及声音的密度和包围感这些，对吧？而 Novus 我认为也是走的这条路子，只不过它的信息量要比622更加的多，而且多出了可能不止一个数量级。另外在高音的发散感上面，肯定也是要比622各方面都要好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毕竟3万多的一个售价呢。但是我认为这2款的声音底子是接近的，也就是说这2款产品是在遵循同样的思路去进行调音，最终的目的或者说最终的调音方向都是尽可能的让我们听众能够更好的融入到音乐本身当中。那关于这款耳塞还有一点我想说一下的，就是这款耳塞前面说的它是2月底发布的，和 SP3000T 一起发布的。当时 AK 对于 Novus 的定位就是 Novus 和 SP3000T 去组西装，也就是组搭档。当时我就在想，为什么是和 SP3000T 去组合，而不是 SP3000？因为 Novus 作为旗舰3万多的一个售价，然后结果却跟 SP3000T 去搭配，那这个的话，无论是从产品定位还是各方面来讲，好像都有一点不太协调的感觉，对吧？然后后面我听了之后，我才知道它为什么跟 SP3000T 去搭配，原因很简单，2个字：音色。就是因为这款耳塞它不是侧重分析力的那种听感，诚然它因为13个单元这种配置拉满的情况之下，它的分析力不会差，只是说它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就是说它把分析力隐藏在听感背后，它不会让你感觉到这个分析力是不是不太够用，这个是绝对不会有的。但是它更侧重于听感，也就是对流行音乐、live house、摇滚、蓝调、乡村、blues、蒸汽波、J-pop 等等这些对于这些泛流行音乐的表达，才是它的一个核心所在。那我前面练的这一串，想必大家就知道了。对的，就是这些核心其实和 SP3000T 的这个调音它是一脉相承的。SP3000T 它里面因为有那个电子管嘛，所以说它的一个调音它是没有 SP3000那么的广阔、那么的大气的。SP3000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认为依然是扛把子的一个存在，但是3000T 则是在3000的基础上面走了另外一条路。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SP3000T 更加注重声音的厚度，也就是说让声音听着会更加的有感情，更加的有代入感。所以这2方面结合到一块之后，也正是 Novus 能成为 SP3000T 西装套的一个最大的原因。所以这款耳塞如果说您搭配那个 SP3000T 的话，我会建议您把那个 Turbo 模式给它打开，不管是开一半还是全开，我认为都是可以的。但是晶体管模式可以不开，因为这样的话，我认为可以达到一个听感的最大化。当然了，这里再吐槽一下就是前面也说了，这个耳塞在戴的时候有点啪嗒啪嗒的声音嘛。那这个声音如果说再配合 SP3000T， 如果说您是听过，那么一定会有一点印象，就是有一点叮叮叮叮的那个声音，这个频率不是特别高，但是它会有。那这个场面结合到一块，有的时候会让人感觉到这个场景有点复杂，但是这是客观存在的，这方面我从不避讳。最后再聊一点，就是这款耳塞是不是一定要上就是 SP3000T 或者说 SP3000这种级别的播放器呢？毕竟有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价格，不管是3000还是3000T， 或者说同价位的2万多的这种售价，
如果说您这个耳塞再加上 SP3000T， 再加上一条升级线的话，那这个价格妥妥的奔10万去了，对吧？当然将近10万啊，不到10万，10万块钱，我相信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说都是一笔非常巨额的支出了，毕竟这不是一个小的数目。第二个要不要搭配这种旗舰播放器的原因就是重量了，因为大家不妨看一下，就是不管你是 SP3000还是金砖，或者说凯英的 N30LE 啊，或者说海贝的，就是各种旗舰播放器吧，它的一个重量和体积都不是我们心目当中的理想状态。是的，它不是我们心目当中的理想状态，只是说为了它的这个声音，我们可以牺牲它的便携性。但是如果说它可以再小一点，然后音质也能保留个778，那我相信大家心目当中都有自己的答案，肯定选小的呀，越方便越好嘛，对吧？谁愿意天天揣个大针头出去？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对不对？所以说从重量这个方面来讲，我认为 SP3000T 或者3000，或者说其他品牌的吧，我认为重量也是一个我们需要衡量的因素。所以我也试了一下小尾巴还有小的播放器。这里的话就简单说，那播放器的话就是 SR35，没有其他选择，除了卡爆的流媒体以外啊，其他方面我觉得 SR35都挺好的。然后小尾巴的话，这里推荐一款 AK 的人看到这个视频之后，不要到上海来找我寻仇啊，因为我推荐的不是 AK 的小尾巴。我听下来好像跟 HC4不是特别的搭，我个人更倾向于去搭配那个乐比的 WR Ultra， 那个小尾巴1999的一个售价，但是它的一个声音我认为是可圈可点的，搭配这个能够把它的一个空间感进一步的把它拉伸出来，而且它对于 Novus 整体有一点点那个淤积的能量感而言，我认为是可以起到一个综合的作用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套搭配。如果说您用这个耳塞去搭配一些，比如说像 R2R 的小尾巴，说像 RU6 这种啊，我认为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合适了，大家适当注意一下就好了。搭配 WR Ultra， 我认为是非常好的一套组合，轻巧方便，而且声音足够的优秀，我认为这一套就是非常非常棒的组合。当然了，如果说您追求极限的话，那 SP3000T 与它的组合，那自然是上佳之选。这个的话就看您怎么去想了。而在升级线方面，就像前面说的，我还是更倾向于去搭配亚当，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对颜值有一点要求的，说我的颜狗我也认了，没问题。好看就是正义，对吧？金色传说配金色传说，这才是真正的官方西装套。好了，关于这款 AK 与 Empire 联名的 Novus 的简评，我们今天就先做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开箱再见。